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久违的一个踩雷开箱案。开箱的产品是这个，最近可能大家有人看过，它是叫 Luna Display， 它是一个苹果电脑的一个萤幕扩充神器。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呢？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我们前阵子拍过的一个软体介绍，叫 Space Desk， 它就是让那个 Android 或 iPad 可以去当电脑萤幕的一个延伸，它的功能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拍完那个影片之后没多久，在 StarTick 看到，就它好像是硬体的，因为 SpaceX 它是软体，它其实有点延迟，必须要在同样一个无线网络的环境下。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一个更好的，有点类似像 AirPlay 那种方式，还是说它有个无线射频，可以直接跟那个 iPad 还是跟平板电脑去做一个连线，让延迟更低化，然后那出去用会更方便。那我看到StarTick 有这个东西，那我就订了一个。那时候订购的时候，它是超早鸟价，两个是89块美金。最的是呢，在今年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我发现它在台湾已经开始预购了，甚至我朋友买完都收到了。问题是我 StarTick 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出货非常的就是你明明就是已经是付钱买的支持者，结果你还比代理商卖的货还要晚进来。这个我其实没话可说，我之前在我那个募资影片里面有讲过，募资你可能就是要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更的是原厂竟然就把我们这些付钱支持的人放在很后面的排序。还有另外一点很的是说，它出货之后从美国寄出来，整整寄了1个月，绕了地球大半圈才寄到我的手上。那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89块超早鸟价，是给我2个，这样子还算赚到了。因为呢，它在那个社区西，老实讲价格也不便宜。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什么硬体，它好像是个 Key Pro， 就是简单讲，它没有任何射频，它的存在意义从头到尾只是为了保护它的软体。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实测给大家看，接近3000块的一个软体跟 SpaceX 的差异是在哪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简单开箱一下它东西真的很简单，就这样子一个盒子，打开来。这样子，那上面会有一些那个教学的网址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它的设定其实比 SpaceX 还复杂一点。然后拿起来，里面就这样子，就这样一个接头那使用也很简单，它插上去呢，为什么我说它是 Key Pro？ 插上去之后，它在显卡跟任何的装置里面，并没有看到它有一个，譬如说像射频一样的东西。这边装置管理员里面，你插上去之后，它会反应一下，然后你在显卡、蓝牙还是那些设备里面，都不会有看到延伸的一个，譬如说 Luna 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原则上呢，我认为它只是个 Key Pro。如果说有厂商觉得我的误解有错误的话，欢迎跟我讲但是我目前的认知是这样子，我是认为它只是个软体 Key Pro。那这个 Luna 呢，你插上去之后，它也不是随它即用的，你必须先光里面下载软体，下载完之后还要安装。安装之后呢，它会要求说你的 iPad 端也要下载软体。那目前呢，这个 Luna 它有个优点就是说，它支援 Windows 跟 Mac 双平台，但是 Windows 的 APP 呢，你还要去装 TestFlight， 然后再从它那边去下载来用。它安装的过程，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还不够简单，因为你在它的影片说明跟它的官网里面，你会觉得它是个随插即用的东西，甚至你不用装软体，只要平板端装 APP 就好了。结果它不是，看到没有？它现在开起来之后，它是要求你要插 Luna 到你的电脑里面去。对它来说，它只是个 Key Pro。刚刚装了它没有侦测到，我现在再装一次。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才跳出它的桌面这个画面。那在这里的画面的时候，它会要求你再打开你的 iPad。在这边呢，如果说你还要去注意说，跟 SpaceX 一样，你必须你的 iPad 的网络跟你电脑网络要是在同一个无线网段里面，好像我这边已经设好。那接下来你要去下载 iPad 端的 TestFlight， 然后再装 Luna 版 for Windows 用的，那之后才能使用。那我这边再开启 iPad 端。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连线速度是怎样。
好，完了，这样子呢，对他来说，他就是已经做延伸完毕了。可以看，哦，它的 APP 这边就可以让你设说，你的 iPad 要放在电脑左边还是电脑的右边，或客制，那或者是要不要那个 Retina 的一个解析度。当然，你也可以用近摄的方式，比如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它在它的官网里面有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远端控制你的电脑。那是因为你选了近摄模式，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点执行 Windows 的软体。其实它不是在控制电脑，只是因为我们用近摄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那个延迟。我认真的说，就是说这个软体它自己本身是写的不错。那个我们先撇开说安装的过程，我觉得不够亲民。在某些部分我是觉得还 OK， 譬如说，我觉得它的延迟是比 SpaceDesk 低很多的，那画质似乎看起来也有比较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只是接近3000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不是说软体没那个价值，而是说坊间有类似的软体，也是一样延伸萤幕的东西，大概你像 App Store 下载几百块就已经很贵了 ，SpaceDesk 0元，这个东西要价接近3000块，就算我早鸟价，我还花1500，还比人家慢。我是觉得，如果 Luna Display 是直接做一个收费软体，你要卖个500、800 ，OK， 你不要再搞个 Key Pro， 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只是在整你的使用者而已。刚刚测完了 Luna 之后，那我一样的状态下，我现在开 SpaceDesk， 我现在这边只要把它关掉 ，Luna 那边就中断了，其实也很简单。另外呢，我如果说把 Key Pro 拔掉，Luna 也会中断。好，我们刚刚看完 Luna Display 的一个表现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SpaceDesk。SpaceDesk 现在是我常驻在电脑里面的程式，所以我现在只要这边执行之后，一样只要点这个电脑，我直接点它连线就好了。大家觉得跟 Luna 哪一个连线速度比较快？然后我现在随便开一个路径好了。好，有没有？有没有？好，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认真说 ，Luna 它的延迟比较低。那我们现在要开刚刚那个影片，你不仔细看，其实认真讲是看不太出来差别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Luna Display 号称可以用平板来操控电脑，其实 SpaceDesk 是可以啊。我们在萤幕设定这边，我们只要把它设为同一个萤幕就好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延伸嘛，那我们只要把它同步显示。其实就像近摄一样，这样子我一样可以这样子来控制我的电脑，有没有？我这样子我也是可以控制我的电脑。就是说这种东西呢，认真来说啊，我就觉得都是话术。原则上这种无线外接萤幕的软体，都能做这些事情。那 Luna Display 呢？我这样讲的它很雷一样，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巨雷。它有个优点就是说，它可以在 Windows 也可以在 MacBook 的环境下使用。但是呢，原则上 Mac 它本身就有那个功能，就是它本身就可以去做一个萤幕同步。用 Luna 它有什么差异呢？就是说用 Mac 本身内建的功能的话，它是没办法触控萤幕的。但是用 Luna 它就可以触控。那我现在直接示给大家看，插下去之后，它一样也是要执行 Luna 的软体。在 Mac 版它会有 Mac to Mac， 另外一个就是一样是 iPad。那在 iPad 界面上呢，它就是一个正式的 APP，Windows 还没有。那我们就这样打开。它一样也是要在同一个网域里面，这样子它就可以使用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相当的方便。那当然说你要拿它操控它也是可以，这也是他们自己本身做的一些功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用给大家看。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直接拉一个视窗过来。如果你是用 Mac 自己本身的一个萤幕投射的话，它是没有触控功能。那现在这个就有，你就可以用触控的方式去操控。甚至放大缩小也没问题。这个就是 Luna Display 在 Mac 的平台上是相对内建软体好用很多的。好，我现在简单总结一下那 Luna Display 这个东西呢，认真来讲如果说单就软体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我目前用过，不管是延迟也好，表现也好，算是名列前茅的一个软体。但是呢，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非常非常贵因为往下比。它有免费的 SpaceDesk， 在 Mac 自己本身也有并行，但是呢，值不值得花这个钱买，就由你自己去下决定。也许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的低延迟跟高解析度值得你花接近3000块买，我觉得这个很 OK。
哦。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说哦，这个能够让你工作上会表现更好或干嘛，你是临时偶尔会用的话，那老实说，很多免费软体可以用，不需要去买这个东西。哦，那总结大概就是说，如果说你的预算够，哦，你是要求延时比较好一点，哦，那你可以考虑 Luna Disc。只是我觉得实在太啰嗦了，你为什么不直接弄个软体就好，而搞这个东西？哦，那如果说你只是临时要用，偶尔出去工作要用，哦，像我只是为了打字要查资料用的话，哦 ，SpaceDesk 或并行就够用了。哦，这个东西钱可以省下来。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简单的开箱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